自己1周练完。AI 漫剧制作，全198集存下吧，很难找全的。警告：本视频耗时2个半月制作，制作时长300分钟，带你系统学习 AI 漫剧制作。这应该是抖音最良心的 AI 漫剧教程了，哪怕你是零基础，也能轻松学会。相关的 AI 工具整合包以及全套工作流都已经打包好了，有需要的同学666暴走不懈。这套完整教程全程紧扣 AI 漫剧创作核心逻辑，不仅深度讲解爆款故事脚本搭建方法、剧情脉络设计、人物形象塑造等内容创作底层逻辑，更系统拆解 AI 生成高清图片、视频全套实操技巧。你绝对没听错，这绝对是目前市面上适配度高、上手零难度的 AI 漫剧创作全攻略。全程采用最直白、最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摒弃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简化复杂繁琐的操作步骤。哪怕是从未接触过 AI 工具、没有任何设计基础的新手，也能轻松理解、快速上手。那么今天我直接把 AI 漫剧从剧本分镜到成片生成的全链路，一次性给你拆解清楚。看完你可能会发现入局其实真的不难。当你在刷短视频时，一定见过那种一集比一集上头的动漫连载，而他们背后的商业变现逻辑也是非常清晰而且直接的。用户付费解锁剧集或通过激励广告自动解锁，这种流量转化效率非常高，只要你保持稳定更新回报周期，会远超你的预期。那么废话不多说哈，我们正式开始。Hello， 大家好。那么这一节课呢，让我们来进一步学习我们的剧本，开始我们的实操部分。那么使用到的软件呢，是我们的豆包，因为这款软件呢使用起来比较简单，方便我们新手小白进行上手。那么很多新手呢，第一次用豆包写剧本，那么他可能直接就生成一个，帮我写个动漫短剧，我们看看这样子生成出来的效果。那么像这样子生成的内容呢，要么太散，要么呢就是完全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核心需求。所以说我们在生成剧本的时候有3点核心逻辑。首先，我们需求需要越具体越好，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模糊的想法然后拆成可执行的技术要求，这样子 AI 呢才能够输出符合我们标准的剧本。因为你看像这里面整体的一个脉络是非常不清晰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短剧还是要控制好我们的时间，那么我们尽量要按照一个严谨的结构设计，让我们每一秒呢都要服务于吸引眼球这一块。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剧本呢，它需要输出的那些分镜表，而不是这种纯的故事文字。那么这就是3点比较重要的逻辑。那么以此为示例呢，我简短的用这样的一段提词呢来进行一个生成，主要呢就是需要有我们的镜头、旁白、运镜等等，然后包括我们的生成时长大概是多久。其实我们也可以写一下里面的大致剧情，就比如说我们以这样的一段剧情为例，那么通过这样的剧情呢来生成一段故事脚本。像这种剧情呢其实比较常见，大家可以自己写，也可以使用我们的 AI 来进行生成。就比如说让 AI 来生成10个或者100个比较有爆点的一个剧情样本，然后你在里面挑选其中你感兴趣的某几个，然后将它进行一个发散即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生成一个脚本，然后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可以将它转换为表格形式。像这里面我们的每1秒钟都是有具体的作用的，就比如说前面的几秒，我们通过这种运镜呢来介绍周围的一个环境，然后后面的几秒我们用什么样的镜头、什么样的镜头语言来表达相关的一些内容。这里面镜号呢就是我们的镜头顺序，按照1、2、3、4、5这样排，那么 AI 呢它会自动进行编号，无所谓。然后时长呢主要就是单个镜头的时长，那么所有的镜头总时长加起来呢就是我们的整体时长。镜头类型呢则是指我们的镜头它拍多大，是拍整个远景还是中景，还是抓局部的人物动作。像人物动作这种我们就一般是中景，然后拍表情啊、情绪这种我们就用近景或者是特写。画面描述这部分其实是我们的关键部分，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分镜来生成我们的分镜图片，然后再用这种图片呢转换为我们的视频内容。那么像这种是我们的核心参考，那么是越具体越好。而运镜呢则是我们的镜头该怎么动，比如说是推镜头还是拉镜头。那么慢推呢就可以聚焦细节，快切呢则是我们打戏。
跟拍呢就是跟着我们的人物走，然后拉镜头呢就是从近到远，然后展示我们的大场景这样子。台词、旁白、音效呢，则是我们的声音部分。旁白就是补充我们画面说不清楚的信息，比如说18年过去了。然后音效呢，就是为了让画面更真实，比如说我们的龙吟、海浪声这种。那么在这里面有几个部分需要注意的，就是首先我们的一个节奏，前面的10秒左右吧，起码要把整个世界观和核心事件说完。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说黑龙族毁灭了，不要拖得太长。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镜头，你不能够连续用3个同景别的镜头，比如说连续3个中景，那么这样子的镜头会让我们的观众视觉非常疲劳。一定是在不同的景别之间进行切换，而且最好不要切相邻的镜头，比如说中景切近景，近景切特写，最好是中景直接切特写，这样子才会有更大的反差感，效果呢也就更好。当然我们生成好的这个剧本我们自己也可以动手优化一下，就比如说改一下它的台词，然后调整一下它的时长，然后比如说这一部分你不满意，可以让它重新再生成一次。那么这里面的一些要点基本上也就这些。那么是为了方便演示，所以我们才只生成了1分钟，像我们实际上生成的话应该是10分钟左右，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能够完整的讲完整个故事。那么有关于剧本的大致操作就是这些，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Hello， 大家好。那么之前呢，我们已经生成了一下简单的剧本，那么我们对于前期的一些步骤已经比较熟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有关于我们漫剧的一个全流程解析的进阶一步，如何呢来制作我们的分镜图片。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整体的一个生产流程是什么。我们通过这个几个步骤，当然最核心的话还是我们的导演思维。我们需要审视一下我们提示词的一些公式，然后将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些术语呢翻译成我们 AI 能够理解的语言，也就是提示词。那么这一环节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首先我们的一个最基础的万能公式就是主体加细节加环境加构图以及风格光影画质，我们分为这几个部分，通过组合这些元素，我们就可以精准的告诉 AI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画面。就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的长相、外貌、服装是什么，他身处的背景环境是什么，整体的一个画面的构图以及风格艺术，包括环境光的氛围，最后生成的一个图片的画面参数是多少。很多小伙伴们呢在描述的时候，主要就是描述前面的这3个部分，对于我们的构图以及风格艺术这些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就比如说视里面特写镜头，一个穿着红色斗篷的金发女孩，那么这个是主体加细节，主体是这个，然后穿着这个是细节。特写镜头呢则是我们的构图，站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然后产生的一个光影效果是什么，整体的画面风格又是什么，最后是它的一个质量参数。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完整的，当然我们可以更详细更细致一点，这样子我们能够表达的就更加的清楚了。以及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说我们的一个镜头语言，镜头语言呢就是景别、构图、角度以及我们的运动。镜头运动在我们的视频生成提示词课程中会讲解该如何使用我们的镜头运动，像景别、构图、角度这些在我们剧本里面也有所提及。那么主要呢是控制我们整体的一个画面呈现效果，它与我们画面里面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我们也需要在提示词当中表达出这些内容。然后就是我们的角色一致性，在我们不同的环节产出中，我们需要在从头至尾保持我们的角色进行一个一致。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创作我们的角色卡。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化的模板，就是说这个人物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无论是他的一个外貌长相啊，或者是他的一个服装特色，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头尾呢都保持一个一致性。那么有很多小伙伴们呢在生成这类图像的时候，用我们的3视图，也就是前面、
后面，然后以及一个侧面的一个效果图，通过这样的效果图呢来进行一个生成也是可以的。这里面就简单的讲一下，主要就是我们要用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画面视角，然后最好是纯色的，然后能够完整的描述角色信息，就是最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形象。像这里面其实有一些不是很符合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就是尽量往里面去贴合，这样子我们生成的才会更准确一点。以及我们的画面生成中一定要学习使用我们的参考图加提示词的一个工作流。那么在很多的一个网站啊或者是软件中都有我们的图生图，或者是叫做图片重绘功能，以及多图参考生成功能。那么通过这种功能呢，才能够实现更好的一个人物与环境匹配的效果。最后我们看一下一个提示词的小案例，要包括我们之前所讲到的那些部分和内容。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思维。那么在制作这些角色卡呀，以及包括我们的一些流程化操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最终能够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依然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创意和审美。那么 AI 呢，只是一个工具和手段而已。那么这节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节视频再见。Hello， 大家好。那么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10多款非常实用的国产 AI 视频创作工具。那么这些工具呢，都是通过我们的 AI 进行赋能的，能够帮助我们显著的提升工作和视频创作效率。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强大的 AI 工具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惊喜。首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 AI 对话工具。这类工具呢，就像我们的智能伙伴，可以回答问题、聊天、提供创意，甚至帮助我们进行剧本的创作，极大的丰富了我们进行创作时获取信息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首先，第一款呢，就是我们的 DeepSeek， 它的特点呢是开源免费，并且支持推理模式，生成的文本非常的自然流畅，是一款非常优秀的开源大模型。然后呢，第二款就是我们的豆包，它在中文语境理解方面非常的出色，并且支持多模态交互，无论是聊天还是创作，都能够提供很好的体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Kimi 和质朴轻言。Kimi 呢，擅长我们的长文本，对于我们的一些剧本中比较有研究性的问题，以及我们的剧本的总结，非常的有帮助。质朴轻言呢，主要是在解析我们的一些热点时，方面表现的比较优秀。然后就是我们的 AI 搜索工具。那么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AI 搜索工具就像我们的这个导航一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快、更准的找到我们想要的信息。那么它们通过智能算法，让我们的搜索体验呢更加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AI 绘画工具。那么它们呢，主要是将我们的文字转换为精美的图像，无论是我们的插画设计还是摄影风格，都能够轻松的实现，极大的释放了我们的创作潜能。它真的为我们普通人也提供了无限的创作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 AI 大片，或者是精彩的 AI 短剧，那么都是通过我们的 AI 工具进行创作的，然后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像这里面呢，我们的 AI 绘画工具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Canva UI， 那么它的使用人群很多，然后它的图片、视频模型都是免费的，然后可以无限下载、无限使用。个人呢也是用的比较多。然后就是我们的可灵，那么它的一个生成速度非常的快，然后操作也很简单。再比如说我们的极梦，它在生成我们的国风元素上面还是非常出色的，而且支持我们的汉字生成。豆包 AI 呢，则是支持各种的图片处理能力，那么也是非常的实用。再到我们的 AI 视频创作工具，那么它正在解放我们视频创作的生产力，通过我们文字生视频或者是图生视频、首尾真生视频，可以让我们对这个视频进行一个智能的编辑。像现在新出的极梦的 Cadence， 那么它已经大大降低了我们视频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成为视频的创作者。像极梦无论是在生成图片还是视频上面都非常强大。
然后我们的可伶 AI 呢，目前来说还是不如极梦的，但是它也可以通过一些文字对视频的元素进行一个替换，也比较灵活。以及像微度或者是海螺 AI 一样，微度呢能够一键生成我们的 1080P 的高清视频，海螺 AI 呢则是在我们的视频运镜方面可以让我们的视频更具有电影感。然后就是我们的 AI 音频工具，它们呢其实可以想象为它们就是声音的魔术师，就是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声音的不同变换，然后无论是语音合成啊、声音克隆啊，为我们的音频内容创作呢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这样子我们不需要人工来进行一个配音，或者是我们在进行一些视频二创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克隆一个人的声音来进行创作，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再比如说我们的 Minimax， 这个也经常用，效果也很好，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海螺 AI 在国外做的网站，所以你需要用一些网络工具才能够进行访问。然后再比如说这两款，那么它有一些多样的发音人和音频编辑功能，包括有丰富的音色库。那么这3款工具呢也都比较不错，能够提升我们 AI 音频方面的效率和质量。然后就是我们的 AI 音乐的话，可以用这个海绵音乐或者是天谱乐，那个也比较不错。像这种的话，大家都可以进行这个尝试。主要就是通过 AI 的一个智能化，来让我们的 AI 视频更加的具有美感，以及整体的文字、画面、声音保持一致性，这样子才能够带来更好的欣赏体验。那么总结一下呢，就是这些工具主要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对于 AI 视频创作的质量和效率，有时候呢还能够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最重要的是这些工具都非常的易用，就是它的难度不大，普通人呢确实就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学习就能够轻松的上手。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提升我们 AI 视频的很多强而有力的方面。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这节视频让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的 AI 漫剧制作。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使用 AI 网站的时候，大部分都需要付费。那么有没有一种免费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进行 AI 生图和 AI 生成视频呢？那么就是用到了我们的一款免费的开源工具 Canva UI 来制作。那么像我展示的这些视频和图片都是通过我们的这款软件来进行生成的，绝对真实可靠。而且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就比如说可以来进行动作迁移或者是角色替换，那么使用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下载好我们的压缩包，解压之后，我们找到这个启动器的图标，双击打开，就会弹出一个黑色的窗口。我们稍微等它加载一会儿，它就会在我们的默认浏览器打开。那么你可能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纹身图的界面。我们打开一个工作流，像这里面我们就来使用一个动漫模型来生成动漫。那么看到这个图片，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去试一试。这里也给大家再演示一下我们如何使用这个工作流生成我们想要的图像。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案例中有展示的那个白龙族，它的一个角色是生成一位带有龙属性特征的一个角色画面。像这里面我们直接输入这些提词，通过这种方式来构建我们的角色图片。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与龙相关的提词，当然这里面的提词是比较有考究的，主要就是我们的景别、人物的面部细节，包括一些环境的氛围感，最后再加一些质量的提词，也是符合我们提词的书写格式的。那么像这个时候它会有一些 AI 感，可以通过我们的进一步的二次采样，将这种 AI 感进行一个去除，然后得到了一个这样的感觉，那么效果也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其实已经偏于写实了，如果我们想要动漫一点的话，可以看一下这种，就是 2.5D 的感觉，效果也是很不错的。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免费的使用这款软件来进行一个纹身图的操作，也是比较好用。那么本节视频着重的就讲解了一下有关于我们如何免费的来生成我们的 AI 图片，相信大家也有所收获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Hello， 大家好，那么欢迎收看本次关于 AI 视频生成提示词用法的分享。那么首先，我们将围绕6个部分，我们会探讨提示词的核心价值，然后深入解析提示词的4大黄金要素，然后聚焦于 AI 视频生成的专项技巧。之后，通过我们的一些小案例来展示一下，再分析一下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并给出优化策略，最后进行一个总结。那么首先第一点，为什么提示词如此重要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那么首先，什么是提示词？简单的来说，提示词呢，就是我们告诉 AI 该做什么的指令。那么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了我们的创意想法和 AI 的生成能力。在 AI 视频生成中，一个好的提示词呢，能够精准地传达我们的需求，从主题、风格到具体的内容，都由它来决定。可以说，提示词是生成高质量视频的关键所在。因为我们每个人只能够通过提示词来与我们的 AI 模型进行一个沟通，所以用好了提示词才是我们学习 AI 视频生成的关键部分。那么提示词它有以下的4个黄金要素，那么掌握了这些要素，你就能够构建出更精准、更有效的提示词，能够掌握更高效的 AI 指令。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就是要进行角色设定。我们可以为 AI 设定为一个角色，比如说让它扮演一名专业的电影导演，这样生成的内容就更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例如，简单的生成一个视频，和我们作为一名专业的电影导演生成一个具有电影感的视频，很明显后者的效果会更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角色设定的一个作用了，它能够引导其从专业视角生成内容，确保它的输出结果更具有针对性和深度。第二个则是我们的任务要素，我们需要明确。然后第二个则是我们的任务要素，我们需要明确地告诉 AI 要做什么。模糊的指令会导致模糊的结果，比如，与其说制作一个视频，不如更具体的说，制作一个关于未来城市的动态短片，重点展示空中交通系统和智能生态建筑。那么这样子 AI 才能够更准确理解你所要的内容。我们有的同学有时候为了省事或者想提高速度，在我们的一些指令上面会进行很多的省略，其实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们的提示词需要尽可能的清晰明了，这样子才能够让 AI 模型更好的体会我们的意图。第三个则是我们的上下文，我们需要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和细节描述，这样子才可以让 AI 生成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和准确。比如说，在描述视频内容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入场景、时间、氛围等细节。比如说，一个小男孩在樱花树下读书，背景是飘落的樱花，时间是春天的傍晚，这样子 AI 就能够生成更符合你想象的画面。不仅如此，你还可以输入它的服装，输入它的外表，输入它的表情，输入它的动作，输入它坐在什么地方，它是在公园还是在马路上，具体是多大，它周围还有没有其他人。那么通过这样子更加详细的、更加富有深度的提示词，我们就能够更加精准的获得我们想要生成的画面。第4个要素则是我们的格式，我们生成的时候需要确保我们的生成内容符合我们的需求。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短视频是9:16，长视频则是16:9的比例，包括它的分辨率以及时长。目前极梦的 Cadence 呢是最高支持时长为15秒的视频。那么通过这样子就能够避免生成不符合要求的内容。掌握了这些提示词的基本架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针对的看一下 AI 视频生成的一些小技巧，学习如何打造引人入胜的视觉叙事。第一个技巧呢，就是明确我们的视觉风格。通过在提示词中指定具体的艺术风格，比如说赛博朋克、复古、水彩等等，或者参考特定的电影摄影师，我们可以引导 AI 生成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视频。比如说，我们生成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的视频，并参考《银翼杀手2049》的视觉风格，就能够得到非常酷炫的画面。那么右侧呢，则展示了3种不同风格的视觉效果，大家可以直观感受一下风格对最终产出的影响。第2个技巧则是构建我们的动态叙事。视频的魅力就在于动态和叙事，我们不可能一个镜头静止不动，然后看着这个故事一镜到底。我们一定要使用一些首先然后接着的序列词，结合我们的镜头来产生更具有情节发展和镜头变化的视频，
这样子生成的视频才会更具有故事性和观赏性。第三个技巧则是我们控制镜头语言，在提示词当中加入专业的镜头术语，比如说全景、特写、推镜头、摇镜头等，可以让 AI 生成的视频更具有专业感和电影感。通过精准的镜头控制，我们可以引导观众的视线，增强视频的表现力。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简单的小案例，都是比较简短的，因为这样子我们花的时间不会很长，同学们也可以学得不累。比如说这里面我们看一个小的产品宣传的一个视频，我们给 AI 设定了一个广告导演的一个角色，然后明确了任务，并提供了详细的上下文，最终还上传了格式，最后我们生成了一个这样的视频。第二个是一个教育科普的视频，那么我们依旧要让 AI 设定角色、上下文，我们依旧让 AI 呢设定角色、布置任务、产生上下文以及格式，通过这4点进行生成。那么我们有一些常见的误区，这里面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就是我们的提词过于简单，又或者一次性的我们提出太多的需求，会让 AI 呢无法聚焦于某一个点，包括我们的格式和风格要求不符合我们的预期，以及缺乏我们的角色设定。那么这些内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优化策略来进行优化，比如说增加一些细节，然后分布提示，明确输出格式以及设定专业角色。通过这些策略呢，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使用我们的提示词。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掌握一下提示词的4大要素，关注一下视频的视觉风格、动态叙事和镜头语言的设计，最终还是要在不断的实践中进行优化，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创作出更加精彩的 AI 视频内容。那么后续还会继续分享。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了，拜拜。那么这个节视频呢，主要是讲到有关于我们图生视频的这一块。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来进行图生视频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目前来说有2种，一种呢是我们的闭源的网站，比如说极梦 AI、可灵 AI 这种；另外一种呢，则是通过我们的本地部署，使用我们的 Canva UI。那么这2种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就是在于使用的费用上面，像极梦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呢，大概是4到5块钱一个，那么价格是比较昂贵的。但是呢，使用我们本地部署 Canva UI 的话，那么就是完全免费的。虽然说花的时间要稍微长那么一些，但是个人认为呢，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已经非常足够了。那么该如何使用我们的 Canva UI 进行图生视频呢？也就是说，将我们那些分镜图片转化为一个一个鲜活的视频。那么主要呢是用到我们的图生视频工作流，像这里面我们给它上传一个图像，然后通过整个工作流呢对它进行加载，然后我们就可以生成这样的视频。那么无论是画质还是特效来说，都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而且我们也可以调整它的一个生成时长。那么简单的讲解一下它的一个基础原理哈。就是它是通过我们本地加载的这个大模型呢，作为生成的基础，通过我们输入提示词来控制它生成的一个结果。这里面我们还可以调整一些参数，比如说它的长度和宽度，以及视频的秒数、帧率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来对这个图像呢进行一个生成。像这里面参数呢都已经设置好了，然后我们只需要放入我们的图像进去，然后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画面中所需要的一个图像内容，以及人物的一个动作、周围环境是什么就可以了。使用的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动手试一试。我们下视频见。Hello， 大家好。那么刚刚我们已经了解了有关于我们视频的生成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该探讨一下如何生成我们的配音配乐。那么像这里面我们打开这个网站，天普乐网站，那么这个网站呢是我平时使用的比较多的。这里面我们可以听一下里面一个生成的效果怎么样。夕阳下的轮廓映着你，秋风萧瑟，落叶满地，回忆如潮涌上心头。那么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那么该如何进行生成呢？上面有3种选项，一个是文本生曲，一个是图片生曲，一个是视频生曲。网址链接呢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直接选择里面的文本生曲。那么这里面又有2种模式，一种呢是生成带歌词的歌曲，一种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具体里面，歌曲里面又分为自己生成随机歌词的音乐和在输入框里面输入自己想要的歌词内容进行生成的音乐，有这么2种模式。因为这里面我们生成的是纯音乐的背景音乐，那么这里面就没有进行详细的介绍了。但是大致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要这首歌有歌词的话，你直接在这里面描述这首歌曲的内容，点击生成就可以了。你勾选完专家模式之后呢，就需要在这个输入框里面输入你的歌词内容，然后开始生成。这里面我们直接看到这个纯音乐，像这里面我们直接给它输入来一首古风仙侠背景音乐，然后选择模型呢，就使用它的这个最新的 2.0 模型，然后点击生成。其中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成是需要创作点，但是这里面因为它每天呢都会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创作点，完全是供我们使用的，所以说还是很不错的。这里面我们大致的等待一会儿，那么就已经生成好了。我们来听一下生成的效果怎么样。那么生成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点击一下右边的这个下载按钮，点击这个下载音频即可，那么就已经完成下载。那么这节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节视频再见。